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理查老师，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。好，等我一下啊。好，今天是2026年的1月1号，新的一年开始了。各位同学，不晓得你有没有什么新年的愿望呢？每次到了新的一年，我们应该都会有对自己的期望，对不对？所以老师希望新的一年我们还是继续的努力学习中文哦。好，那么大家有听到我的声音吗？好，我看到了 Hardwin， 欢迎，还有佩霞。OK， 那今天呢，我们来学习 HSK 第5集的词汇。好，来祝大家新年快乐哦。好，2026年开始了，那么今天是1月1号，今年大家要更努力的学习中文，要更努力的活着，更努力的工作，更努力的学习希望一年比一年更好而且呢2026年一定是会很幸运的一年希望大家都好运，然后希望大家都赚很多钱，希望大家这个中文越来越流利好好，新年快乐！大家都祝我新年快乐，我也祝大家新年快乐。那么今天声音很清楚，很好。OK， 那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汇，请跟我念一遍。第一个沟，沟；第二个沟通，沟通。好，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字沟。好，什么叫沟呢？沟的意思就是在地面上人去挖的，或者是自然形成的，表示它不是人工的，不是人去挖出来的，它是本来就有的，自然形成的Hello， 佳佳 Alexander， 还有很多人都祝我新年快乐哦。好，大家新年快乐。的细长，比较细的，然后比较长的凹地，所以这个沟一定是凹的，它不是凸出来的，它是凹下去的好，所以呢，我们有时候在路上会看到一些沟，有一些沟是我们人工去挖出来的，有一些沟是天然的，本来就在那儿的今年不仅是2026年1月1号，还是2026年的第一天，对的，没错对，凹下去的，不是凸出来的好，那么我们看一下例句。这片农田的沟是用来灌溉和排水。那各位同学，农田就是我们农夫会种一些农作物，像米啦、小麦啦、水果、蔬菜等等。那农田的沟，什么叫沟？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照片你看农田这边有一个沟，这个沟里面有水，所以呢有水就可以拿来灌溉。什么叫灌溉呢？就是用水把水浇在米啦或者是小麦上面，农作物上面，那么这个米或农作物就会生长。灌溉，我们种田的时候一定要有灌溉系统要有水，不然的话农作物没有办法生长好，排水，什么叫排水？如果水太多，就必须把水排出去，不然的话农作物如果给它太多的水，它也是会死掉。不能给它太多水，也不能不给它水。所以呢，这个沟的作用就是提供农作物水，这个叫灌溉。水如果太多，那么要把水排出去，那这个叫排水所以大家会发现农田旁边都有一些沟，它就是用来灌溉跟排水用的。好 ，OK， 那么我们往下看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练习题那各位同学发现这里一样，这个照片
这边有一个村庄 village， 这边有另外一个村庄，那它们中间有一个细长的凹下去的地方，这个我们就可以叫它沟。那这里面没有水，所以你可以叫它土沟，土沟。如果有水，你可以叫它水沟啊。没有水的可以叫它土沟，有水的可以叫它水沟啊。好，农村村庄跟农村不一样吗？如果是农村，里面一定有农田村庄不一定有农田，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说农村，里面一定有农田，而且呢，很多人的职业是农夫好，我们看一下题目，两座，一条，隔着，之间，村庄。好，这条沟看起来蛮大的，又宽又大，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叫它大沟，比较大的沟，大土沟也可以，大土沟。那有的沟比较窄，你可以叫它小沟、小水沟、小土沟，可以的。你可以加个大或小，表示这个沟是宽的还是窄的好，大家新年快乐好，答案是什么呢？两座村庄之间。好，我们会名词后面加上之间，你和我之间，就像英文的 between。好，两个村庄之间，隔着。好，隔着就是有一点，就是中间有一个东西叫隔着中间有一个其他的东西叫隔着。好，隔着一条大沟，答对了。两座村庄之间隔着一条大沟。好，这一题我们发现沟这个东西，它的量词是条，一条水沟，两条水沟，一条大沟，两条大沟，一条土沟，两条土沟所以它的量词呢是条。好，我相信在你们住的地方应该都看过沟不过呢，这个沟现代在城市里面我们会叫它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中文里的沟有很多，那它的量词是用条。如果你看到一条沟里面有水，我们可以叫它水沟，像这个，你们家附近可能有这样的水沟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可以说一条水沟。好，那如果没有水呢？它是一个沟凹下去的地方，如果没有水，你可以叫它土沟，土沟，这里有一条土沟，所以你就看里面有没有水，没有水叫土沟，有水的就叫它水沟Hello， 乔马，欢迎。那如果你是住在都市里面的话，我们可以叫它排水沟都市里面的排水沟呢，通常都会有一个东西盖在上面，对不对？像这个就是路上，城市路上都有排水沟，通常都有东西盖在上面，对不对所以这一条排水沟。好，那有时候它长的是这个样子，那你也可以叫它排水沟，排水沟。好，那么其实呢，你也可以叫它下水道因为它下面呢是一个这个排水系统，对不对？都市里面的这个下水道系统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，对不对所以都市里面你可以叫它下水道或者叫它排水沟都可以好，那有的人家门口就有排水沟或者是下水道好，所以如果你住在都市里面的话，我们一般都会叫那种东西叫它排水沟，像这个跟这个，或者叫它下水道好，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忍者龟这个动画卡通忍者龟呢，他们就是在下水道出生的，对不对在都市城市里的下水道出生的好，有的人家里可能住在乡下，住在农村，那么你们会看到这样的水沟好，月莹说，
我的公寓外面有排水沟。好，那么我们另外一个重要的词汇叫代沟。什么叫代沟呢？比如说爸爸妈妈跟小孩他们的想法不一致，爸爸跟妈妈的想法可能比较保守，小孩的想法可能比较开放，所以他们的想法意见都不一样，他们没有办法理解彼此，他们就会有 generation gap， 他们就会有代沟。你跟你的父母亲有没有代沟呢？有些父母跟孩子之间有很大的代沟他们不理解彼此，甚至呢他们会觉得对方怎么那么古板，父母觉得小孩怎么这么不听话，父母跟小孩之间常常会有代沟，祖父母跟这个孙子孙女之间也会有代沟。通常代沟形成的原因是因为年龄差别很大年龄差别很大，所以他们的想法不一样，没有办法理解彼此在想什么，这个就叫代沟。有时候你们跟理查老师也有代沟，因为理查老师已经50岁了，你们可能才20几岁、30几岁，我们的想法不一样，我也没办法理解你，你也没有办法理解我，那么我们就会有代沟，没有办法沟通，没有办法沟通好，对，下水道，艾云没有错下水道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我们来做题目。他和妈妈之间有很大的什么？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跟你的父母亲之间有没有很大的，你们彼此不了解彼此，没有办法理解他们的想法，他们也不懂你，对不对？父母亲喜欢唠叨，你又不想听，特别呢是有叛逆期的孩子，跟父母亲有很大的，答对了，代沟，他们没有办法沟通，也不想沟通，所以呢他和妈妈之间有很大的代沟。代沟形成的原因通常是成长的背景不同，生长的环境不同，年龄差距太大，这个都是形成代沟的原因可能没有住在一起也会形成代沟。一般来说，代沟是因为年龄差别很大造成的年龄差距可以，没问题，年龄差距。好，他和妈妈之间有很大的代沟，我和姐姐之间有很大的代沟。那月莹这个句子，除非啦你跟你姐姐年龄差别很大，我觉得代沟一般是用在年龄差了很多代。什么叫代？就是 generation 世代这个代指的是 generation 世代。所以如果你跟一个人有代沟，我觉得应该是你们年纪差太多了，你们的年纪差太多了，20岁、30岁，所以你们没有办法理解彼此。我觉得同辈之间用代沟是有一点奇怪的。你可以跟老师有代沟，跟父母、祖父母有代沟，那可以我和老公之间有很多代沟。我觉得除非你跟你老公年龄差别很大吧，这个应该不叫代沟佩霞，你跟你老公应该是沟通的问题，不是代沟。所以各位同学，代沟不会用在跟你年龄相仿的人，跟你年龄很近的人，那个不是代沟，那个应该是沟通障碍，沟通障碍，或者你们个性不合，这个不是代沟代沟一定是用在隔了很多世代，比如说你的父母、你的祖父母、老师，可能跟你年纪差很多的人才会有代沟你跟你的兄弟姐妹不会有代沟，只是沟通不良或不了解彼此cultural difference 是文化差异，艾云，文化差异，文化差异。所以你们用代沟这个字的时候，一定是用在跟你年纪差很多的人好，我们往下看。大雨过后，什么堵塞了？好，堵塞就是塞住了，塞住了就是比如说
塞住了话，水没有办法流进去，塞住了有时候你吃很多大鱼大肉，你的血管也会堵塞，血管堵塞，你的血没有办法流过去，流到心脏去，那当然会很危险。所以堵塞，交通堵塞了也可以，交通堵塞了表示路上车子很多，车都卡在一起了，中文也可以说塞车了，交通堵塞，血管堵塞，堵塞就是没有办法顺利的流通或行进叫堵塞。好，大雨过后排水沟堵塞了，很好。大雨过后水沟堵塞了也可以啊，这题2个答案都对啊。如果你是在乡下农村，大雨过后可能水沟堵塞了，可以啊。那如果你住在都市或城市里，大雨过后排水沟堵塞了，或者是下水道堵塞了，可能被树枝、树叶、垃圾、杂物给塞住了，这个叫堵塞好，所以水沟一般用在比较乡下的地方，排水沟基本上乡下也可以啦，都市也可以，但是下水道一定是都市比较健全，对不对？都市的下水道系统比较完整好，马桶堵塞了可以，对，林子这2个答案都可以好，马桶堵塞了可以乔马，你是不是你的宿舍厕所的马桶是不是常常堵塞？好，广告时间，帮老师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每个月请老师喝咖啡，成为我的油管会员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最重要的一定是要订阅老师的频道不要忘记了对，堵塞鼻塞鼻塞，你的鼻子没有办法呼吸，鼻塞了，通常是感冒的时候会有的症状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个词汇，沟通。沟通很简单，它是 communicate 或者是 communication， 可以当动词，也可以当名词好，什么叫沟通呢？用语言、文字或者其他的方式互相传达想法或交流意见。你可以用说话的方式，你可以用写的，你可以用其他各种方法都可以，手语sign language 手语也是沟通的方式，写信、说话、唱歌都是沟通的方式，所以文字、语言、声音等方式互相传达想法或者是交流意见，这个都是沟通好，沟通跟交流的差异大吗？我觉得沟通的用法比较多，交流的话交流一般可以是关系上的交流或意见上的交流都可以好，我们看一下句子，父母应该和孩子多沟通，了解他们的想法。好，所以呢，当父母真不简单，对不对？如果孩子不听话，那么你要跟他多沟通，你不能打他，也不能骂他。现在的小孩不能打，也不能骂，只能够好好的跟他说话，好好的跟他沟通。问他为什么你今天要这样说话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好好的好声好气的跟他说话，跟他沟通2条狗狗叫，是可以狗有自己的语言，对不对？狗跟狗之间是可以沟通的，人也可以跟狗沟通人也可以跟狗沟通有些人会去训练狗，然后他跟狗就可以沟通，对不对好，父母应该和孩子多沟通，了解他们的想法，你也可以说了解他们想什么。父母应该和孩子多沟通，了解他们想什么。好 ，OK， 好的，我们往下看好，那如果你跟一个人没有办法沟通 ，unable to communicate，
那可能你跟对方的个性不合，或者是观念差很多啊。好，那么你们就会有沟通障碍。沟通障碍哦。好，沟通障碍这个词，请你把它记起来，就是两个人没有办法了解彼此，没有办法接受彼此的想法，不体谅对方，不认同对方，所以你们有沟通障碍。就算你们试了很多次，还是没有办法交流，那你们就有沟通障碍。有些夫妻之间是有沟通障碍的，他们没有办法了解彼此，没有办法体谅彼此，没有办法去了解对方的想法，那么这对夫妻就有沟通障碍了啊。林子跟老公之间有沟通障碍，我不晓得有没有。好，那么我们念一下句子：我和太太沟通有之间障碍。老师特别告诉你哦，这里的之间放在名词后面是 between 的意思，但是是可以省略的，可以 omit， 可以省略。你可以说我和太太有沟通障碍，你也可以说我和太太之间有沟通障碍，都可以。这个之间是可以省略的 omit， 可以省略的哦。好，那如果你跟某一个人有沟通障碍的话，你没有办法跟他交流，你觉得他很难理解你，你也懒得跟他说话，所以你们之间有沟通障碍。好，那很多父母跟孩子之间也有沟通障碍，有时候老师跟学生之间也有沟通障碍。好，父母应该跟孩子多沟通，了解他们的想法，以免产生，我会用产生，以免产生代沟以免产生，用产生不用发生产生代沟。好 ，OK 有人说老师这个句子有一点针对我耶，我跟我老婆就是这样子，我没有办法跟她交流，我没有办法告诉她我在想什么，因为她根本不懂，她不懂我们两个之间真的有沟通障碍。好 ，OK， 我们往下看。好，这最后一题了我们看一下，沟通能和这只猫咪外星人。好，各位同学，沟通可以通过语言、手势、手语、声音、歌声、文字，所以你跟一个人沟通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，不一定是人，你可以跟动物沟通，有的人可以跟植物沟通所以这个沟通就是用各种方法可以跟某个人、某个植物、某种动物、某些外星人做交流，这个都算是沟通好，没有老婆就没有沟通障碍，没有烦恼很好。这只猫咪能和外星人沟通，很棒。这只猫咪能和外星人沟通我也想和外星人沟通。然后有人问老师说，老师我可不可以说外星人能和这只猫咪沟通？当然也可以啦，如果你不管我的英文的话，你也可以说外星人能和这只猫咪沟通。不过我会说这个外星人能和猫咪沟通。我觉得这个答案还是比较好了这只猫咪能和外星人沟通。哇，这个猫咪好厉害它会说外星语，它会说外星语言，所以它可以跟外星人沟通。好神奇的猫咪好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学这两个词汇，沟还有沟通。希望大家多多的跟别人沟通。如果不理解对方甚至跟你的父母亲、跟你的小孩有代沟的，我们尽量的去沟通，尽量的了解对方的想法。好，那么我们下周见咯，大家早点休息，晚安咯，新年快乐，拜拜。